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敏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。以前提过多回，在生成的纹理里有大量拼接的边界，这次来优化这部分。首先得明确一点，我们的纹理有两个来源，在输入照片里可见的，就从照片投射过来。不可见的区域从 Trellis 生成，所以纹理优化其实应该分成两部分，而且方法会很不一样。本期只涉及到第一个。在投射之前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姿态优化的步骤，用可微渲染的方式把 Mesh 的姿态优化成和照片的尽可能接近，这样才能进行投射。如果纹理上的一个 Texel 在多个视角下都能看到，就选 Normal 朝向最正的一个。这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，不连续，要么选这张图，要么选那张图，没有过渡。当然，我也试过用 Normal 作为权重来混合几张图的，但会出现模糊和重影，更不好。现在的目标就是再次通过可微渲染优化每个 Texel， 把这些不连续的边界尽可能消除，相当于用可微渲染找到混合的权重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拿 NVDiffRes 来做实验。其实所有的可微渲染都是一样的道理。之前找姿态是这么个 graph， 现在几何不变，变换矩阵不变， texture 变，实际上更简单了的样子。用 NVDiffRes 很快就能搭出来，把数据丢进去，似乎确实能消除边界。但是这些超亮的点是怎么回事？一拳超人？仔细观察，似乎都在 chart 的边界以及扩散出去的地方。把中间结果 dump 出来，可以看到这些黑条纹，就是因为这个了。黑条纹造成的渲染结果和照片之间差别过大，稀度很大，试图纠正回来就会产生超亮的点。这些黑条纹我们太熟悉了，第3期就说过，还给大家留了思考题。对，就是扩散不够造成的。我之前对每个 chart 也就扩散4层，一般看 Mesh 的软件也就用了2-3层 MIPMAP， 那看不出什么。NVDiffRes默认是生成完整的 MIPMAP chain， 所以对2048的 texture 那可就有12层，所以扩散不够只会造成在某个 MIP level 里 chart 有黑边，这是无法解决的。chart 和 MIPMAP 就是不对付，只有取舍。如果让 NVDiffRes 只用2层 MIP， 确实就不会有黑边了，但结果里好多噪点，那就走另一条路，先多扩散几层，这结果就好多了。边界被消除，又没有边界的亮点。当然，这里还有个细节，每次迭代后都需要做一回扩散，把 chart 周围填上。凡 chart 内的 texel 更新了，扩散区域没更新，梯度早晚会出问题。有了这些实验，基本就能确定这个框架行得通。好，那就来给我们的可微渲染器加上 texture 的功能。NVDiffRes 的 paper 只描述了个结果，缺乏过程。我这里就根据我的做法一步一步过。首先假设 texture 没有 MIPMAP， 这是最简单的 texture 用法。这时候只要增加一个 texture 模块就行了，别的模块不用改。这个模块也需要有 forward 和 backward 2个过程。forward 的输入是 gbuffer 的结构，每个 texel 都有 face ID 和纹理坐标，通过 face ID 检查一个点是否有几何覆盖，有的话就通过纹理坐标采样纹理的第0层就行了，就用硬件的纹理采样。Backward 拿到的是 loss 对图像像素的梯度，我们需要用它来算出 loss 对每个 texel 的梯度和 loss 对纹理坐标的梯度。Bilinear 采样是4个像素权重差值出一个点的颜色，现在是反过来，知道 loss 对一个点的偏导，根据同样的权重扩散给4个像素。而 loss 对纹理坐标的梯度则可以这样求，还是链式法则，其中 G 来自于bilinear差值，对它求个对 weight 的偏导，就得到像素对 Wx 和 Wy 的偏导。而 Wx 对 U 的偏导以及 Wy 对 V 的偏导是纹理的大小，因为 Wx、Wy 等于1的时候是一个像素， UV 等于1的时候是整个纹理。由此我们就得到了需要的 loss 对 U 和 V 的偏导。跑一遍，结果和 NVDiffRes 里看到的一样，应该是对的。要是只是自印点采样就更简单了，
可以当做 WX 和 WY 总是0，因此 loss 对像素的偏导不用扩散，直接赋值给 texture 上对应的 texel。loss 对 U 和 V 的偏导也都是0，在没有 mipmap 的情况下，收敛比较难，得迭代500次才能有个不再下降的 loss， 这步需要30秒，超慢。顺便说一下 NVDIFRES 的 paper 里说了他们不用硬件采样，因为 forward 和 backward 里采样计算要一致， backward 必须用软件采样，如果 forward 用了硬件采样，两者不一致就会出问题，尤其是各项异性的 filter。 问题来了，你怕各项异性出问题，是不是表示你用软件采样就支持各项异性？然而并不支持啊，那这一端到底在扯什么？普通的 bilinear 算法非常确定 forward 里用硬件采样完全不会有问题，代码却能极大简化，性能还高得多。下一步就是加上 mipmap 的支持，这才是比较麻烦的，需要动到多个模块。原理上说，在 forward 的时候 rasterize 需要生成重心坐标对屏幕坐标的偏导，这里的 U 和 V 是重心坐标的，然后 interpolate 需要把它们从顶点上差值到像素级别。texture 里用这4个值求出要用哪个 mipmap level。在 backward 的时候 texture 得考虑 trilinear， 还得把 loss 对偏导的梯度往回传。不过目前我们只要得到 texture， 前面几个模块的 backward 没有真的用到，所以就先不弄那几部分了，之后需要再说。其实熟悉 GPU 渲染的朋友一定已经发现了，这里的这4个偏导数其实就是 shader 里的 DDX-UV 和 DDY-UV， 但 DDX 和 DDY 只是数值解，根据相邻的4个像素相减得到，可能有间断点，我们需要在三角形级别上求精确的解析点。这也不难，其实就是第20期详细推过的 UV 对 XY 的偏导那些，只是这里的 X 不是顶点的，而是像素的，公式到这里都一样，只是变量换了，把它搬到 rasterize 的 forward 就行了。不过这里似乎还有些浪费，按说可以在 geometry shader 里以三角形为单位算，然后差值到像素，而不用 pixel shader 算，以后再来优化。同理 interpolate 的属性 A 对 X 和 Y 的偏导也类似于 backward 里那套，只是 X、Y 也换了，这里不再重复。texture 的 forward 里拿到这4个值，就能算出这个像素该用 mipmap 的哪个 level， 类似于 sample grade。做实时渲染的人一般在 pixel shader 里调用 sample 来采样纹理，不用在乎 mipmap level 是怎么算出来的。其实 GPU 大差不差是这么来算的，这是我很久以前在某本书上看到的，都忘了是哪一本。texture 的 backward 也调用同样的代码来算 level， 多了个2层之间的权重来扩散前面提到的 loss 对颜色和 UV 的梯度。有了 mipmap， 只要迭代150次，时间降到16秒，还是很慢，以后再优化。流水线总时间增加到77秒。其实我们还漏了一块，就是 mipmap 的建立，不过这没什么可说的，这是普通的从一层 texture 逐渐缩小，建立起整条 mipmap chain， 和图形学里一般的 mipmap 建立并没有区别。有了这些，我们就能用自己的代码构建出纹理优化的流水线，结果和 NVDIFRES 的一样，虽然质量还不够好，但至少不连续的边界少了许多。至于质量差的原因，也能分析出来。首先是输入分辨率太低了，有效的只有100多乘300多，就这么小。输入是我随手拍的，物体比较小。之后会试着加入基于 AI 的超采样，把输入采样成高分辨率，再生成纹理。第二个情况是 delighting 不够好，边缘这些发黄的都是来自于反射， delighting 没能成功的把它们去掉，以至于纹理整体发黄。如果我发现了更适合的 delighting， 就会把现在的换掉。当然，现在性能还不够，肯定还需要大量优化。之后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，还会有新的视频来补充。下一期来换个方向，给 GPU System 增加 Vulkan 后端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I'm so happy, '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.